华为 Mate 60 Pro、小米13 Ultra。今天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对比啊。开头呢，先说一下，本期呢有一个重点啊，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，就是在夜景环节、健身器场所的时候出现的情况。我希望华为可以看到，最好是华为的工程师可以看到啊，研究一下，搞定它。那说回 Mate 60 Pro 跟小米13 Ultra， 它俩之间呢还是有些渊源的啊。譬如说有一个国外的相机品牌都靠它俩挣过钱，是吧？还有一个依然被挣着钱。还有就是主摄呢都有可变光圈的技术。那今天呢就来看看它俩的表现怎么样。我们的节目一直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，我也会用手机去拍一些照片啊。我拍的不行，抛砖引玉，主要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但是呢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您的手机也能拍，不光它能拍啊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下面呢，就来看看它俩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先说一下两台手机后摄的焦段配置啊。Mate 60 Pro 后摄是主摄超广角 3.5 倍的中长焦，小米13 Ultra 是主摄超广角 3.2 倍的中长焦和一颗5倍的长焦。在拍摄界面中，华为给了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其中最上面那颗10倍啊是 3.5 倍镜头的数码变焦，它是没有10倍光学镜头的。在带光圈的选项里呢，可以调节物理光圈，一共有4种光圈可以调节啊，正好每种光圈呢是跨一档。那虚拟光圈呢，就是通过数码计算模拟出其他的光圈，这样呢可以有10种光圈可以调。那小米的拍摄界面呢，有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其中这2倍啊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它也没有2倍的光学镜头。在拍摄的选项中呢，也是可以调节主摄光圈的，它有2种光圈可以调 f1.9 跟 f4。之前已经详细介绍过这两台手机各种光圈下的成像表现了啊。那这回呢，咱们直接对比默认设置下它们俩拿起来就拍的表现。那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从参数上说呢，就算各有优势吧。小米这边的感光器更大，但是华为的最大光圈更大。它们虽然说都有可变光圈啊，但是是吧，在手机上用处不大。等效焦段也不一样，华为的视角更窄，等效27，小米的视角呢更广，等效23毫米。看对比样片，颜色色调方面呢，我们就不过多聊了啊，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随便改的。我们更看重不可更改的光学素质以及解析力等。那中心解析力两边做的都还不错啊，但是边角画质嘛，也就是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小米的更优秀啊。虽然说它的边角画质也是有下降的，但是它的感光器更大，它的边角画质更难把控。华为那边呢，上期已经说了，它已经裁了一圈画面了，边角画质依旧是有下降的，而且还有紫边。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，这回中心解析力嘛，华为可以说是只强不弱啊。你不要光看锐化啊，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。再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啊，这也看的是镜组的光学质量。这回华为的表现还不错啊，比另外一边强。哦，对了，虽然说华为最大光圈是 f1.4 啊，大光圈对边角画质把控也不利，但是在默认设置下，它用的是 f2 的光圈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但是解析力方面嘛，上期已经看到华为的表现了啊，它的表现不怎么样。不过呢，华为的高清模式里还有一个 AI 高清，就是比高清模式更高清的 AI 高清。只不过拍摄这种模式啊，它就跟拍摄夜景似的，成像速度非常慢。在这种 AI 高清模式的加持下，
解析力方面，华为是有提升的啊，而且提升很多，跟小米比呢，也可以说是只强不弱了。还是那句话啊，不要光看锐化，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，注意看它们之间的细节差距。但是小米拍摄高清就是摁一下快门就行了啊，这点还是要比华为强多了的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看呢，小米更占优啊，原生像素是它更高，光圈也是它更大，而且视角也是它更广。看实拍样片，颜色是有区别的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视角差距呢，如图所示啊，这个红边就是华为拍不到的范围。先看中心解析力，华为的更优秀啊。之前的节目已经说过，小米的这颗超广角除了视角广以外呢，它的解析力做的不是很优秀。镜头的光学质量方面，小米的更好一些啊。虽然说它的边角画质也有所下降，但是它的视角更广，这点呢是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。而且华为那边呢还有紫边。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啊，颜色的差别还真是有啊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那中心解析力依旧是华为的优秀啊，优秀很多。另一边的边角画质表现呢，两边可以说是半斤八两。还是那句话啊，小米的视角更广，它更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。小米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而华为是没有高清模式的，就1200万像素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，跟华为比啊也没有优势啊。看过之前小米节目的朋友呢，应该不意外。那小米要是不服呢，可以再比一次啊，一样是小米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比华为的1200万像素，结果呢还是没有什么优势。虽然说小米这边看着更纯净一些，但是比解析力可不比什么噪点呀这些乱七八糟的，比的就是纯细节呈现。微距放在超广角的后边，是因为现在的很多手机超广角拍摄微距是最好的，但是华为这台手机呢有一个长焦微距，它拍摄微距效果可以说是很好的。那如果说小米那边微距还凑合的话，我觉得都是在夸小米啊，这东西就怕比。这相比之下，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的差距可真是太大了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华为呢有一颗3.5倍的，应该算是长焦镜头了。那小米呢有一颗3.2倍的中长焦镜头，在等效焦段上啊，华为的95毫米呢也比75毫米的小米要长了不少。长焦镜头这块呢，小米是有一颗5倍的长焦镜头的，那华为这边呢就没有了，它的长焦呢就靠那个3.5倍镜头数码变焦了。那这两台手机的中长焦镜头对焦效果还都是不错的。那咱们直接就看样片吧，样片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起啊，颜色的区别是有的啊，还是挺大的，但是解析力的区别呢不大。现在是华为的3.5倍对小米的3.2倍，它们都是光学镜头了。解析力方面啊，如果说拍照远方的话，还是华为的更胜一筹。华为的这个3.5倍镜头呢，实际上是从3.3倍开始的，而小米这颗3.2倍镜头呢，实际上从2.6倍就开始用这颗镜头了。不过呢，小米的3.2倍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那华为这边就没有了。但是啊，小米的这个高清模式做的也不好，楼房上的纹路呢，它都猜错了，跟华为比呢，其实没什么优势。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，那华为的5倍呢，只能靠3.5倍镜头数码变焦了。小米这边呢是光学镜头啊，解析力上呢，小米的优势还是有的。而且呢，小米的5倍镜头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。那解析力上呢，华为与之相比呢，就更差了一些了。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，它们都是数码变焦了。华为的3.5倍4800万像素啊，虽然说不能输出高像素模式，但是它会用在这种数码变焦上。只不过解析力啊跟小米比呢还是不行，那毕竟小米是5倍镜头高清模式在数码变焦嘛。前摄先看自拍的表现啊，用的就是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。从肤色上说呢，我觉得华为的表现更好一些，因为老观众都知道我的长相比较温婉，肌肤非常水嫩。小米那边的颜色呢也不差啊，肯定会有人喜欢小米，认为小米的颜色比华为好的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，肤色上我依然觉得是华为的更好，背景呢也是华为的更好啊，小米那边有些过曝。整体呢，反正就是华为更强吧，然后防抖啊、清晰度啊，两边是差不多的。人像对比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啊，没有调其他的。华为的肤色呢更加白嫩一些，更接近我17岁的容颜。小米那边呢更沉稳啊，看起来更厚重，也是我喜欢的风格。那如果是妹子呢，我猜啊可能会喜欢华为这边吧，但是小米那边的颜色呢是我喜欢的。宽容度的测试呢，还是先从难度低的场景开始。那么前两个场景对这两台手机来说呢，没有什么压力，无论是亮部细节还是暗部细节做的都很好啊，颜色呢也都挺好看的。但是随着场景难度的提升啊，主摄暗部细节呈现，华为呢就没有小米好了。超广角的表现呢还不错。再换一个场景，同样的
主摄还有超广角、暗部细节呈现，华为都是没有小米丰富的。亮部细节两边都不错，而且超广角的天空呢，华为看起来也更好看。到了极限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、暗部细节呈现的差距就非常大了啊，华为不如小米。那亮部细节呢，就是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呢，华为比小米强一点点啊。超广角的表现、暗部细节仔细看，依然是小米做得更好，亮部细节两边差不多吧。最后一个场景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、暗部细节呈现，华为是远不如小米的。也就是超广角的天空啊，华为稍微好看一点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那这种普通的城市夜景啊，虽然说大光比啊有亮光有阴影，但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的表现都还不错。第二个场景难度大了一些，它们俩呢除了颜色的区别以外啊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，无论是主摄跟超广角水平也是挺一致的。现在是华为3.5倍、小米3.2倍的夜景直出表现啊，水平也很相当。现在是5倍端的夜景表现。华为是3.5倍的数码变焦，小米是5倍的光学镜头。那前面几期已经提到过了，小米的长焦的夜景拍摄高光的时候呢，会出现这种竖向的条纹，观感不是很好。有难度的场景来了啊！主摄的表现从直出上看呀，华为是不行的啊，比小米差很多。那超广角呢，两边是都不行啊，高光部分都是花了吧唧的。但是出现这种问题之后呢，可以用夜景模式去拍。那主摄呢，小米的表现会更上一层楼，但是华为的表现丝毫没有改观啊。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那 Mate 60 Pro 是第一台这个场景开夜景模式也搞不定的手机。不过呢，到了难度更高的场景，直出的表现华为还是不错的啊，就是前面那个场景不行，你说真是奇了怪了。还有像这种亮度很低的城市小路上，主摄的表现，华为在暗部细节呈现上还是要超过小米的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呢，更是强了小米很多。只不过华为在这种场景拍摄的时候要注意啊。主摄按下快门之后，照片的成像速度还是很快的啊。但是超广角呢，按下快门之后，屏幕上没有任何的提示，要等半天右下角的照片才会拍完。而且这个时候呢，你还不能动啊，一动照片准虚。那这点呢，做的还不够人性化。那反观小米呢，在这个场景除了屏幕上有鬼影以外啊，那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那是按下快门就能成像啊。那这点呢，华为得好好学一下。祖传神树场景就非常的暗了啊，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咱们看看厂家的硬件软件配合怎么样。解析力方面呢，小米的更好啊，不要光看亮度，要看细节呈现。超广角的表现，小米也是强很多。健身器场景呢，上期大家已经看到华为这台手机糟糕的表现了。那么软件升级之后呢，跟小米比，不用跟小米比啊，跟谁比呢，依然都是不行的啊，那效果真的是非常惨。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我在想，以华为主摄的配置，怎么可能会拍出这种照片呢？那毕竟它有 f1.4 的光圈啊，夜景的时候它就是用 f1.4 拍的嘛。那进光量比 f1.9 的小米几乎大了1倍呢。那会不会是对焦与测光联动的问题呢？于是我就死马当活马医，开始在屏幕上点对焦啊，也不停的移动位置啊，不停的拍，点一下拍一下，挪一下拍一下。我甚至会把手机挪到远处有亮光的地方，点完之后对好焦，挪过来再拍。那总之呢，就开始不停的手动干预。那么我们拍摄夜景呢，是从来不手动干预的，看的就是厂家自己的本事。但是这次我只是觉得奇怪啊，开始尝试，终于在拍摄了10多张照片之后，拍摄出了一张这样的照片。那我把两种照片循环放一下，你们可以对比一下两种照片在细节呈现上的差距有多么的巨大。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那我不好下结论。我只是希望华为可以看到，华为的工程师可以看到，你们去研究一下。那如果你们可以做到优秀，那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优秀。而且树林小路这个场景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。那左边就是手动干预过后的，右边就是不手动干预的，你们可以看到差距是多么的悬殊。华为去搞定它啊，去搞定它。现在就是健身器场所，华为手动干预之后的夜景照片和小米的夜景照片的对比啊，可以看到细节呈现很接近了。那肯定是比默认状态强太多了，是吧？那默认状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也包括树林小路这个场景，细节呈现的差距呢也在缩小。我为什么替华为不甘心要手动干预一下呢？就是因为祖传神树 Pro 这个场景，这种极限的场景，华为的细节表现还是可以的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前面这个场景啊，夜景模式 Mate 60 Pro 也搞不定啊，这个问题华为也一定要解决一下啊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啊，也是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的表现，两边的防抖都非常不错，
，AMOLED 细节呈现华为更强，但是整体的细节呈现呢还是小米的更好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防抖跟清晰度呢两边做的都不错啊，颜色的区别还是有一些。那颜色呢，我还是喜欢小米的效果。现在是2倍的录像效果，防抖两边都不错，细节呈现呢小米的更好。现在华为是4倍，小米是3.2倍，解析力呢实际上是华为的更高啊，但是防抖是小米的更好啊。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，解析力两边都不错啊，防抖依旧是小米的好。现在是10倍的录像表现，那颜色呢小米这边强了很多，华为这边看着肉啊，但是解析力是不低的啊，防抖这回两边都不错。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，两边防抖跟清晰度啊跟白天比呢是都有下降的，华为这边噪点多，小米这鬼影啊真的是哎。现在是超广角夜晚的表现啊，两边就说谁也甭说谁吧，华为的防抖好点，小米呢看起来细节更多。现在是4倍跟3.2倍的夜晚录像表现啊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了，清晰度呢都是够糊的。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，同样的它们也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拍的啊，你看这鬼影多么的感人呢啊，清晰度呢也是谁也甭说谁。工业设计方面呢，这期就不多说了啊，你们看看就行了。视频已经挺长的了，都快累死朕了。而且这硬件我们也不在行啊，至于什么性能跑分啊，你们可以去看其他节目。那下面就来总结一下这两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华为 Mate 60 Pro 跟小米13 Ultra， 它们俩呢在白天主摄上啊，小米13 Ultra 的更好。那超广角跟长焦呢，可谓是各有优势。前摄结合自拍跟录像呢，是华为 Mate 60 Pro 的稍微好一点。微距呢，华为 Mate 60 Pro 的优势啊巨大啊，人像两边都不错。直出宽容度小米13 Ultra 更优秀啊，夜景也是小米13 Ultra 更好。而且 Mate 60 Pro 出现的问题呢，希望华为赶紧搞定它啊。录像白天综合主摄超广角还有长焦的表现呢，小米13 Ultra 的更好一点啊。夜晚呢，这俩就谁也甭说谁了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